一只夹着烟的手从我家阳台伸出来，一看就是男人的手。我不抽烟。其次，我他妈正在出差啊！我给杨梦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了好久才被接起来。老公，我都睡了。臭子，敢勾引老娘的男人！我面前的大屏幕突然画面一变，敢勾引老娘的男人！此刻鸦雀无声。你他妈早就知道了吧？把我们一家人当猴耍！我想了100种弄死他们的办法，但我最后选择了最平静的一种。晚上10点，楼下邻居在突然业主群里艾特我，看到消息的时候我愣了。我不抽烟。其次，我他妈正在出差啊！手很大，指骨突出，一看就是男人的手。我在异地的酒店里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感觉不妙。我给杨梦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了好久才被接起来。老公，怎么这么晚了打电话啊？我都睡了。没事，就是突然想你了。你后天不是就回来了吗？过2天我就回来了，那你快点睡吧。挂掉电话后，我捏紧了手机。杨梦睡眠前，这不对劲儿。谁的电话？我想在群里把楼下说一顿。这样他肯定会上楼敲门。理智告诉我得忍住，搞清楚状况再说。喂，领导，家里出急事了，我要提前回家，现在就走。我必须赶回去，亲眼看看到底是谁在我的床上抽烟。凌晨2点的高铁站，空旷的像一座坟墓。这一路上，我想了100种弄死他们的办法，但我最后选择了最平静的一种。我屏住呼吸，转动钥匙的声音在走廊里听起来像雷鸣。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烟味，那是杨梦最讨厌的味道。2份餐具，吃剩的披萨。杨梦以前从来不碰这些垃圾食品。卫生间我也没忘了去检查，我的剃须刀果然被用了，因为我走之前清洗过，
可现在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胡茬。浴室的瓷砖还是湿的，排水口有几根不属于我的短发。进去卧室一瞬间，脑门充血，床上一片凌乱。我拼命压抑着怒意，遏制住想把床单被子全扔掉的冲动。还有前晚，大前晚，我忍不住脑补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客厅沙发上有杨梦的平板，平时我从来不看。我拿起来想解锁，却发现解锁不了。平时我从来不看，我拿起来想解锁，却发现解锁不了。这就是你选的真爱。一边说想我，一边巴不得我晚点回来。身份证。开一间房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亲眼看看你到底在演什么戏。我在家门口附近找了个宾馆，把东西先放过去，然后打车去了杨梦公司楼下的咖啡厅，在那里等着她下班。跟上前面那辆车。第二天，我是被在办公室的杨梦的电话吵醒的。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。老公，你回来以后，我爸妈想请你吃个饭。哦，好。好。丈母娘老夫人请我吃饭，我用屁股都能猜到为什么。无外乎就是他就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他爸妈养大姐弟俩不容易，我跟他结婚就是他家半个儿子，有义务帮助小舅子。刚毕业，工资养活自己还不够，就嚷嚷着要买房子，而且这小子要求一把付，理由是自己不想背上房贷，他爸妈陪着到处看。但不管哪儿的房子，要全款下来至少200万。
老两口到处借。自从被他们知道我有50万存款，杨梦没少跟我提这件事。我是真佩服杨梦，给我戴了这么大一顶帽子，居然还有脸要跟我借那50万。他弟完全就是个被惯坏的全职儿子。我是不赞成这种掏空家底、背着一屁股会债，只为了给刚开始工作的儿子买房的行为的。所以，我一直借口钱放在理财里不好拿出来。为这杨梦没少跟我闹别扭。答应杨梦后，我打开小红本 App， 私信还没有回应，我都要怀疑是不是找错人了。他们想骗我的钱，那我就让他们功亏一篑。饭桌上，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跟杨梦一家有说有笑。老丈人和丈母娘一直给我夹菜，话里话外都在捧我，说杨梦嫁了个好老公，他们也跟着沾光。我心里冷笑，脸上却装作受宠若惊。酒过3巡，丈母娘终于忍不住切入正题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小勇买房首付还差50万，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。”杨梦也在旁边帮腔：“小勇看中一套房子，相互帮衬是应该的。你娶我女儿的时候，我们没为难你吧？”是没为难，因为我家给了28万8彩礼。我故作犯难，说钱都在理财里，提前拿出来损失太大。看他们变了脸色，我又话锋一转，说不过再有1个月理财就到期了，到时候这50万我全拿出来，给小勇全款买房。一家人顿时喜笑颜开，连连夸我是好女婿。这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好女婿，真是我们家的好女婿。好。只有我心里觉得恶心，不知道杨梦是不是得到了他爸妈的指示。晚上回家反常的热情了一点，但我心里膈应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躲洗手间去了。他巴不得，抱着手机躺一边去了。我坐在马桶上打开小红书，看到私信终于有回应了。加微信聊。我用新卡注册了一个女号叫茉莉花，昵称头像都和小红书一模一样。加小白脸之前没忘记设置朋友圈3天可见。我按照他给的微信号一搜，跟昨天我用手机号搜出来的不是同一个。什么情况？不会真的找错人了吧？那边很快通过了好友申请。我先看朋友圈，照片很多。我打开有正脸照片的仔细辨认，虽然有 PS 痕迹，但就是小白脸没错了。但是这个号比那个号可不正经多了，朋友圈10之8九都是这厮的健身照，只能用8个字来形容：搔首弄姿，不堪入目。我忍着恶心敲字：“哥哥，朋友圈是你本人吗？马甲线和人鱼线是真的吗？”太帅了吧，保持这种身材不容易吧？还好。出乎意料，我以为这家伙会是那种看到美女很舔的样子，结果还挺高冷。2种情况：一，加他的女生太多了，他已经习惯被捧着了；二，故意搁这装 X， 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有点段位。自从我松了口，杨梦一家子对我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好，就差把我供起来了。我借口理财还有1个月就到期，先拖延。然后小白脸这边，我一边用美女小号不时撩拨一下他，一边用工作号跟他的大号保持联络。面对大客户，小白脸在手机的另一边不装高冷了，很正常的跟我聊起来，我就有意无意套他的话。聊天过程中，我知道了他跟他女友是一个老家的，2个人来大城市打拼，他开摄影店，女友开了个美甲店。我想到大波浪那个玩咖，实在想不到他给顾客做美甲是什么样子，然后我就借口说叫我老婆去做美甲。你让你女朋友给个折扣呗，小白脸儿就真的在聊天界面上把他女朋友微信给我了。微信头像是一个看起来很温婉居家的胖妹妹。等等，华生，我好像发现了盲点。温婉胖妹妹，
这尼玛跟大波浪是同一个人。我用美女小号去加他，备注做美甲，那边通过了。我在他朋友圈找到一张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合影，男的的的确确就是小白脸。我仔仔细海看了好久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这绝对不是大波浪。胖妹妹、大波浪、杨梦，再加上他在小红书或者其他地方可能勾搭的妹子们，这不是海王是什么？狗东西！我忽然由而生一种必须要替天行道的使命感。我只要有空就背着杨梦去小白脸的店门口蹲着等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等了几天，终于又让我看到那个大波浪出现了。我赶在他进去之前拦住了他。美女，我们公司是做街拍短视频的，我看您外在条件特别好，想留您一个联系方式，您看可以吗？看你样子像程序员，不像弄这个的。美女厉害啊，我就是个幕后工作人员。我们这个是有报酬的，而且您条件这么好，不拍浪费了。大波浪还有点警惕心，让我把账号给他看看。我把打开给他看，这下他果然信了，很爽快的把微信给我了。其实我只是随便找了个本地的街拍账号，反正对他来说，这说辞不管真假，给个微信他又不会有损失，真拍了还有钱拿。我礼貌告辞，他忽然又叫住了我。我以为哪里露馅了，然后大波浪说，我男朋友也是玩摄影的，你们需要摄影师可以找他。我呵呵了2声，表示知道了，需要的话再找他，然后赶紧溜之大吉。这段时间我在家表现出一副居功自傲的模样，对杨梦态度大变，她偶尔忍不住了跟我吵起来，我也不像原来一样去哄她，而且我故意不让她有机会去找小白脸。我作了有1个礼拜，看杨梦的怒气值已经刷满了，我就说我要出差了。杨梦在我这儿受了好几天的气，果然我一走，他立刻按耐不住了。我租了辆车，专门盯着他行踪。这次2个人没来我家，竟然去了嘉雄区酒店。好啊好啊，这么久没见，干柴烈火，2个人一时半会儿绝对结束不了。我给名为大波浪的联系人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撒过去，信息内容为：美女，你男朋友阿辉跟别人开房了。然后还贴心的附带了一张2个人手挽手进酒店的照片。大波浪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杀过来了。我躲在楼梯间，看大波浪先是在门外咚咚咚的锤，开门，开门！你这个混蛋！边锤边骂，但没人开门。不开门，小白脸就有时间拖延，到时候不管他能不能解释得清，第一案发现场就没了。我不禁也替大波浪急，刚好有个打扫房间的阿姨路过，手里拿着一张万能房卡，大波浪顺势就把房卡抢过来，把房间门刷开了。我差点没忍住大声叫好，天助我也！紧接着房间里面传出了杨梦的尖叫和大波浪的骂声。保洁阿姨被抢了房卡那个瞬间虽然有点吓到，但是看着里面的动静却并不慌，淡定的用对讲机通知前台。这波澜不惊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见了多少捉奸的场面才能练就。我戴着口罩，装作路过的客人被动静吸引，躲在他身后偷偷拍起来。杨梦浑身上下只裹着一条浴巾，因为得腾出一只手抓浴巾，战力大大削弱，只能用一只手格挡，所以简直就是被碾压式的暴打。大波浪说着就要把杨梦往走廊上拖，这时候前台的人上来了，我收起手机赶紧撤了。我没走远，在外头坐在车里等着，等了20分钟，大罗浪揪着小白脸的耳朵先出来了。又过了5分钟，杨梦低着头也出来了，我跟着他一路回了家。我给杨梦打电话，她挂断。我再打视频电话，她又挂。这时候和微信来了消息：我睡了，你别烦我行不行？哦，老婆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出差提前结束了，我这会儿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那边没回应了。怎么这么早？对啊，我提前回来你不高兴吗？10分钟后，我在小区门口看到杨梦戴着口罩急急忙出来打了个车，撑的是仓皇而逃。这时候微信来了消息：不是，我回我妈那里了。这样啊，那我明天去接你。
明天再说吧，我要睡了。然后我给丈母娘打了个电话，我说杨梦突然回你们那里，而且电话里情绪不高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那个，估计就是工作上不很懵吧。差点说漏嘴，然后支支吾吾地说，估计就是工作上班上不顺心吧，让我不用担心。我笑了，没再追问。第二天我一再坚持要视频，杨梦没办法，跟我说自己打了水光针，脸肿了，所以不想见人。确实是被打肿的。我温声软语的道歉，说自己前几天工作焦虑，所以把情绪带给他了。是我不对。老公，我想你了。说着说着，我听到电话那边似乎在低声叹气。呵呵，在外头受了委屈，才开始想起家的温暖了。不好意思，老子的心已经凉了，拔凉拔凉的。过了好几天，我装了个变声软件，选了个特别清纯的声音，用美女小号给小白脸发微信。哥哥，什么时候可以帮我拍套写真？就明天好不好？我真的等不及了。我也想见见哥哥真人，肯定比照片还帅吧。那边没回应，我又发了几张照片，是我特意在这淘宝上找的一些奇奇怪怪，但我觉得男的看了都会忍不住的衣服，比如前面巴掌大一块布，会后2根带子系着的上衣图片，比如衣服侧面2个大洞的紧身裙，比如超级低腰，看上去松松垮垮、摇摇欲坠的短裤。衣服我都买好了，我想拍纯欲风，我觉得哥哥肯定能帮我拍出来，求求你了。好一会儿，那边回复了，说可以。狗能改得了吃屎？答案是当然不可能。我就说地点我已经选好了，就在一个小公园，人少，特别出片。然后我给杨梦他弟梁勇打电话，唉声叹气的：“姐夫，你咋了？”这小子自从知道我愿意支援他买房，姐夫长姐夫短的，别提多热情了。姐夫想请你帮个忙，哎，我看还是算了，我再想办法。别，姐夫你就说要我做什么？我好兄弟的女朋友被一个男的勾搭走了。我冷笑，于是我很为难地告诉他，2人今天又约在一起了。我兄弟想给那男的点教训，但我俩的脸那人都见过，不能给他留下把柄。杨勇听到这种事兴奋起来，姐夫，我可是学体育的，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吩咐。于是杨勇就特积极地揽下了这个任务，我还叮嘱他别告诉他姐。第二天上午，小白脸给我发了张自拍，说他已经到了，这是我们约好的，谁先到了就发照片。我给杨勇打电话，人到了，就在公园小湖旁边，穿着一件马甲条纹短袖，还拿着3脚架。好嘞，姐夫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然后我就看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杨勇从小白脸身后出现，杨勇先轻轻拍了拍他肩膀，小白脸以为是美女来了，转头前还很骚的甩了甩头发，结果下一秒脸上挨了杨勇的一个大笔兜，扇的那家伙瞬间找不到北。趁小白脸懵着，杨勇对着他下面踹，小白脸一没防备，二还晕着，被结结实实踢到了关键处。我隔着好远都听到惨叫了，真解气。小白脸夹着腿倒下了，我跟杨武说了见好就收，他果然收手了，走之前还把小白脸翻盘给扔河里了。没一会儿，杨勇打来电话跟我邀功来了。我知道他想听什么，就说理财没几天了，让他放心吧，50万也不着急还，谁让他是我唯一的小舅子呢？最后还不忘跟我说，他最看不上这种娘们兮兮的男人。杨梦躲了几天回来，一边脸又肿了，这几天他对我格外温柔。我偷偷看他平板跟他妈抱怨的聊天记录，赶紧把房子买了，跟我一天都过不下去。行啊，那我帮你复合。我整理了小号的聊天记录发给大波浪，没几分钟，那边破防了。这龟儿子说是骑车摔的，又骗老娘，老娘跟他分了晦气。我发了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，爱憎分明，不拖泥带水。反观杨梦，绝对是个乖乖女，可谁又能想到她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，还要骗我的钱。我后来又偷偷打开平板，黑名单里没人了，找到小白脸的小号，几条都是道歉的。杨梦没回复，我们再捋捋。小白脸刚被杨勇揍完，暂时不敢在网上找不认识的女孩了，然后大波旺又甩了他，太寂寞了，所以他主动给杨梦打了电话求和，可能说我为了你已经跟那个婆婆分了，我现在发现最爱的还是你。杨梦原谅了，
又没有原谅，但看这架势，两人和好如初是迟早的事。我头顶又开始隐隐发绿了。很好，乐见其成，我再来助力一把。1个月的时间快到了，丈母娘暗示过我好几次了，生怕我临到头反悔。我给她打电话，妈，钱马上就能取出来了，买房的时候咱们一起去，然后一家人去吃顿饭，就当庆祝给小勇买房了。3天后，我们出现在售楼中心，老丈人和丈母娘笑得满脸褶子，毕竟是给儿子杨勇买房子。我听到现场有人在抱怨，1期的时候人还没这么多，2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现在房价涨得多快啊！1期那房子已经涨了5、6千了，晚买1天都是亏。老丈人又跟我再次确认，小磊，那50万，我拿起卡晃了晃，爸，都在这里呢。我看到这一家子喜上眉梢，心想一会儿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经历了一系列繁琐的拿号、排队、选房等等流程之后，最后只剩排队交钱了。真是好。杨勇最激动，毕竟是给他买房子，能不开心吗？老丈人和丈母娘笑得满脸褶子，杨梦看着远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老婆，给小勇弄完买房这件大事，咱俩就生个孩子吧。轮到我们的时候，老丈人和杨勇坐下来，正要掏资料，我们面前的大屏幕忽然画面一变。臭婊子，敢勾引老娘的男人，活腻了是不是？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滚开！我今天非抽死他不可！刚刚还闹哄哄的售楼中心，此刻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看向大屏幕。画面有些抖，一个只包着浴巾的女人被人扯着头发，化着浓妆的女人用高跟鞋狠狠抽着她，她旁边还有一个只穿了条裤子的男人捂着眼睛哀闹。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在干什么。被打的女人一直在躲，偶尔露出正脸，在场的别人不认识，我们几个人却看得清清楚楚。不是杨梦还能是谁？这清晰的几帧画面可是我特意剪辑出来的。我操，哪来的捉奸大戏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有反应过来的赶紧拿出自己的手机对着大屏幕拍。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关了视频，连连和大家道歉说是失误。我一脸震惊地问杨梦爸妈：“爸妈，那个人我故意没说完，但他们肯定知道我在问什么。”杨勇还不知道他姐姐干的事儿，已经看呆了。小磊，咱们先把手续办完。我甩开他拉我的手说：“爸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想静静。”说完这话，我挤开人群，不顾周围人指指点点，走到售楼门口。老丈人急得不行，赶紧让杨勇追我。我加快脚步，在他们眼里，我现在就是行走的50万，是他儿子马上到手的大房子。只可惜，本50万早就用打车手续叫了一辆车。我跑出去开门上车，一气气呵成，徒留下气喘吁吁追来的杨勇在原地喊叫。其实我真想留下看看杨梦跟他爸妈现在是什么表情，但我必须现在走，不给他们狡辩的机会。现在走是最好的时机，毕竟我现在是刚发现真相的受害者，我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。那个视频当然是我提供的，我事先把 U 盘给了工作人员，这是我给自己女朋友的求婚视频，特意想在今天买房这个重要的时刻，让在场所有人见证我们的幸福。我还做了2手准备，就算这个计划不行，我早就在手机里伪造好了聊天记录。我会在签约的时候碰巧打开手机，然后给杨家人看到这个视频。没办法，如果杨家人不处心积虑想着骗我的钱，我也不会把事情做这么绝。我在车上的时候，丈母娘那边还在不停给我打电话，我静音了。杨勇给我发微信：“姐夫，你先回来，咱们把手续办完好不好？求你了。”我回他：“小勇，你们先让我冷静下，不如你们也问问杨梦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下丢人。笑话，等了那么多天，就是为了此刻。我会回去，让杨梦和他爸妈在最接近成功的那一刻功亏一篑。这种巨大的失落感，保准他们此生难忘。”当天晚上，杨梦没回来，他爸妈来家里找我。刚开始还试图狡辩，说那个视频肯定是有人故意污蔑，让我千万别上当。我默默听完，然后才告诉他们，2个月前出差回来，我发现家里有人抽过烟，我的剃须刀也被用了。我还拿出了当时群里的聊天记录。我说我当时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是没多想，可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早就有迹象了。今天的视频肯定也是那个奸夫搞的鬼。老两口说了半晚上，我都一脸痛心疾首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到最后，杨梦他妈大哭起来，想用苦肉计逼我就范，并信誓旦旦的保证，他们一定会好好教育杨梦，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，让我给他女儿一个机会。沟通离婚协议，丈母娘要婚后财产1人1半。我摆出证据，30万是婚前存款，借朋友10万花在家用了。既然财产1半，婚后债务也该1半，最多给你女儿5万。本以为能要25万，两人当场气了个倒仰。第2天，杨梦回家，把衣服往地上一摔，指着我骂：“你早就知道了吧？天天演戏，把我当猴耍！”好玩，有意思。杨梦扑过来挠我，被我抓住。我忽然觉得心累，没必要争了。走之前，他说离婚，我说越快越好。1个月冷静期后，我们离了。杨梦挑衅说很快能结婚。我问他奸夫是谁，就不告诉你，气死你！说结婚给我发请柬包大红包，当然能不能结婚可不是你说了算。然后我用工作号联系小白脸推迟拍照，问他什么时候结婚。小白脸说房子都没有结什么婚。胖妹妹明明想陪他攒钱买房，他一边嫌弃女友，一边给自己留后路，诡计多端的狗男人。离婚后，杨梦极力证明过得更好。他生日那天，我套出小白脸行程，一路跟着他到了家日料店。杨梦看到他来了，亲昵地搂着他胳膊进去。我及时拍下照片，感觉已经被逼成了狗仔。我用小号给胖妹妹发消息，
刚我老公看到他搂着女孩进去，肯定是你吧？胖妹妹说自己在美甲店里，我把照片发过去，装作惊慌失措撤回，补了一句：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妹子，我这是救你出火坑。里面忽然动静大起来，胖妹妹逼问小白脸，小白脸想拖走她，被杨梦拦着。杨梦以为自己是正牌女友，底气十足。胖妹妹看到这情况，猜到8、9不离2，没有留恋的转身走了。小白脸慌了，匆匆忙忙要跟出去。杨梦喊赶出去就玩完，小白脸急了，甩开他喊：玩一玩你还当真？我娶谁也不可能娶离过婚的。杨梦懵逼了，原来只是解闷对象。小白脸追出来想挽留胖妹妹，我悄悄伸脚绊了他一个狗吃屎，这就是你乱搞的代价。过了1周，小白脸竟然跟胖妹妹求婚了。我高估了胖妹妹，低估了小白脸的花言巧语。我见不得这狗东西好。刚好听到女同事讨论打9价疫苗，宫颈癌、HPV， 我忽然有了主意。我用公共电话打给胖妹妹，告诉她你男朋友乱搞，已经染上脏病了，你小心一点吧。我又把酒店捉奸被人挨打的事真假混着说，把她听得一愣一愣，最后把撩骚小号也给了她。你看，这不就齐了吗？第二天，胖妹妹的朋友圈删光了小白脸动态，但更奇葩的是，杨梦居然又跟小白脸复合了。不过报应没迟到，胖妹妹的朋友跑到单位大骂杨梦是小三，嘲讽她连有病的垃圾都捡。杨梦吓得直接辞职去做检查。杨勇知道姐姐理亏，跑去小白脸店里泄愤，发现他就是自己揍过的渣男，更是打人砸店。两人互殴的不轻，最后都去了医院。杨梦和小白脸又分了，他有病的名声传开，彻底圈内社死。杨梦爸妈也丢人，不仅房子没买成，还害得他们在左邻右舍里被指指点点。没人知道我在背后做了什么，一切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